接下來的時間呢，我就要邀請我們最帥的、最那個有三角胸的哈，有腹肌的，大家應該看得出徐醫師脫胎換骨，非常的不一樣。來，我們給徐醫師一個特別的音樂，特別的掌聲。這是現在最好的張凌赫出場樂。是這個麥克風聲音比較好，還是這個麥克風？現在先用耳麥看看。來，那個哪一個比較好？耳麥比較好是吧？哦，通常耳麥是比這個還要稍微不好哈。來，各位高雄的同學，大家早安。是，等一下志工有同學進來，那個往這邊坐啊。好，我等一下就。引導同學往這邊坐哈。好大家早安哈。所以剛才他們有幫徐醫師做介紹，我其實忘記有幾年了，好像每年的母親節我都是在高雄，大家有印象嗎？大概可能有超過20-30年了，超過20-30年了。是每年的母親節，我都是在高雄。那從我媽媽還在的時候，那昨天他們就提醒我哈，這好像是徐醫師這麼多年來第一個媽媽不在的母親節，就問我還好嗎？那當然是不好嘛，所以不要人家問人家還好嗎？當然不好。當然不好，但是我們當然就回答還好嘛。好，那關於這個母親節的部分哈，那因為今天剛好是母親節哈，所以我今天看到很多的媽媽帶着小朋友來，對不對？對，好像外面很多小朋友哈，那有一個就跟我說：“哎，徐醫師好。”我就覺得就覺得好開心哈。你看我們。賽斯有非常多的那個小粉絲哈，對啦，他在跟媽媽說我在說他啦，他跟媽媽說你講我，好，媽媽還在跟旁邊的說話，對，然後後面還有一些小粉絲哈，來，我們給自己一個掌聲哈，好。所以徐醫師在想說，今天的這個主題哈，剛好是應景我們的母親節。好，我先回到我們的賽斯心法的概念。等一下徐醫師會來架構這樣的一個哲學概念。好，比如說像今年是徐醫師第一年。爸爸媽媽都不在這個世界上。那其實從小到大的我是不敢想象這一天的。從幼稚園，小學3年級、小學4年級，我是不敢想象有這一天的。好，我相信對現在在場的小朋友來講，他們絕對不敢想象有一天，如果爸爸媽媽不在，會是怎麼樣的世界末日。來，對不對？如果媽媽不在，是不是世界末日？還是舉國歡慶？短暫出去玩當然很開心啦，對，家裡就自由，沒有人管你，對不對？可是如果想象媽媽不在了，是不是就世界末日？是嗎？還是很開心？世界末日哈，你是世界末日嗎？是啊，你看點頭，世界末日哈。那當然我知道這個感覺，好，但是徐醫師還是要安慰你們，不會是世界末日，真的不應該這樣講。今天母親節，不會是世界末日。好，因為小時候當我自己在想象，如果有一天我的爸媽都不在這個世界上，那對小時候的我來講，這個是世界末日。
好，因為我在小學3年級、4年級之前，我幾乎每個禮拜或每個月，我爸爸都會騎着摩托車，好，然後載我去釣魚，就陪他去釣魚。那他在那邊釣魚，旁邊就有個小魚竿在那邊玩。好，在小學3年級、4年級之前，所以基本上我跟我爸爸很獨特的一個親子的一個記憶，親子的一個記憶，所以這也是一個非常奧妙的一個潛意識的一個現象，奧妙的潛意識的現象，這變成我跟我爸的一種語言，一種語言。那大家記得後來我爸爸往生前，其實我爸爸往生是很突然的。我爸是在79歲的時候，應該是在大年初4，好，因為初4好像那天我們就請姑姑回娘家，因為我有8個姑姑嘛。好，雖然大姑後來是往生了，而是後來大姑丈娶的那個太太也是把我們當她的娘家。好，那我們8個姑丈，8個姑好像有6個是童養媳，6個還是5個是童養媳，因為我們是客家人，除了老大跟老7、老8留下來，其他都是送去當童養媳。好，但是我的8個姑姑，好像還是把他送出去當童養媳的這個許家，還是把他當娘家的概念，他都是由我爸爸。那因為我爸爸是出生在桃園中壢，所以我的8個姑姑都是分布在那附近。童養媳分布在那附近，所以後來我爸爸騎摩托車載我去釣魚的時候，都是往那個方向跑。大家知道桃園就很多那個 B 屋B 就是以前那個灌溉水的水塘啦，就是池塘，桃園非常非常多。所以每年這個每個假日啦，或禮拜6、禮拜天，我爸爸就會騎着摩托車載我去。那就形成我跟我爸爸之間情感一個很特殊的連結。我先談潛意識，潛意識真的是很奧妙的東西。後來在我爸爸往生前1年左右，不知道為什麼那段時間我就常常找我爸去釣魚。因為大家後來知道我很忙嘛，不管是念書啦，或是診所開業啦，或是推廣賽斯，我其實是很忙的。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在我爸往生前1年，我突然開始有一點那種不知道為什麼，就有時間就找我爸爸去陪他釣魚。有一次我還記得陪他去曾文水庫釣魚。大家知道曾文水庫裡面有很多那種對，釣魚。釣到一半我爸還罵我，他說現在魚正在上鈎，你在那邊玩來玩去幹什麼？我說爸爸，第一個我長大了呢，第二個今天來釣魚是我出錢招待你來的呢。你是來釣魚，我是來陪你釣魚的，我是來玩的哦。我爸就罵我，你知道，起碼魚等你吃你啊剩，你莫跟給丟幾尾啊！我說爸，今天是我出錢招待你來釣魚，你怎麼罵我？我是來陪你釣魚的，我是來玩的。我爸就閉嘴了。好，那這樣的情況大概過了1年多，我爸就突然就在浴室坐下來，就往生了，連1天住院都沒有，連1天的長照都沒有。因為現在很多人在擔心未來的長照嘛，各位，很多人在擔心這個長照的問題、養老的問題。我常常會安慰同學，誰說你一定會活到老的？誰說你活到老，你一定是需要長照的？誰說的？我最近才有一個我們賽斯家族的這個先生，好像也是50幾歲，50幾歲，突然早上送女兒好像才1歲半，送女兒去上學，幼幼班，所以後來就胸口不舒服，他就跟太太說他要去急診，就跟太太2個人走路進去急診，用走的進去，
到傍晚4點就宣布死亡，而且是死在轉院的過程中，因為後來他們送去那家醫院說沒有辦法開胸，因為他是主動脈剝離，剝開的剝，主動脈剝離，所以在轉院在救護車上就往生了，那留下一個這個30-40歲的太太跟一個1歲半的女兒，對。那回到剛安慰各位的，我記得有一本書叫《不要擔心》，因為你生命中所擔心的99%的事都不會發生，就算發生了，它也就發生了，你能怎樣？還有我爸爸不是這樣坐下來，然後送到醫院我太太還嚇一跳，她以為等一下就可以出院了，以為就是不舒服而已。各位，沒有，人就沒了，後來學士才講了一句話，其實這樣講有點小小的哀傷但是我不是那個意思。其實每一天都是告別式，因為你不知道你周遭哪一個人什麼時候會走掉。對，每一天都是告別式。像有時候我們在吵架的時候，有時候我們會講氣話，大家剛剛來犀利的有會，對不對？對，剛大家你不好，你起犀利的，你有这样欢会外供，就是其實有時候我們會這樣講，每一天其實也都是告別式。那其實又會講另外一句話，就是告別式其實比我們以為的還要早開始。其實在我們的親人，尤其是至親的人往生前，不管你的意識層面知道不知道，你的潛意識都知道。所以其實在我爸爸往生前1年多，我的潛意識就知道了。所以我跟我爸爸的告別式是什麼？就是陪他釣魚。所以雖然後來我爸爸走了，我們還是辦了一個告別式。可是，在那個告別式之前，在那一年，我已經辦了 N 場告別式了。那一年我不知道陪他釣了這個20-30次的魚。從我小學3年級之後再也沒有過。所以當後來我真的參加我爸的告別式的時候，其實我心中是很多的放下。所以告別式比我們以為的更早開始。其實每一天也都是告別式，或是當你的親人要往生前，大概1-2年，你其實是知道的。那我媽媽後來是大概拖了將近10年左右。那後來當我回想起我媽媽的時候，我也很感謝我媽。因為通常一般而言，當然少數的情況，當然不在話下。一般而言，常常我們跟母親的連結是比較深的，所以通常母親的可能會離開，母親的離開對我們而言，常常是一個不可承受之重。所以我回到剛剛講，那以前我爸不是我小學3-4年級前，他就會騎摩托車載着我去釣魚嘛，那我就坐在摩托車後面，就抱着他的腰嘛。那有時候小孩子會打瞌睡啊，會打瞌睡。打瞌睡醒來之後，小學3年級我就在想，哪一天這個大大的肚子不見了怎麼辦？我就在後面，因為小學3年級已經開始有生死概念了。我真的一邊在後面，我一邊在後面哭呢。哪一天我爸爸不在怎麼辦？對，所以對小朋友來講，常常有一個很大的害怕。第一個害怕就是父母親吵架，第二個害怕爸爸媽媽哪一個離家出走，再來萬一有一天爸媽離婚，或再來有一天爸爸媽媽不在了怎麼辦？我們從小就害怕，我也不會演，我也從小就害怕。我還記得那時候已經大學了
我忘記大二還大三啊，我忘記大二還大三。有一次我做一個夢，夢到我媽死掉。好，那這個夢裡面親人往生是常常見的事嘛？我們常常會做這種夢。好，但是我做這個夢，它最特殊的地方是什麼？特殊的地方是我做夢醒過來，我已經知道剛才我做夢，我已經醒過來了。可是我想到剛才在夢裡面媽媽死掉的那個情況，我竟然醒過來還繼續哭。各位，就表示那個感受是什麼？很強烈的。對。好，就像你夢到老公外遇，那夢當然是假的嘛。可是醒過來你還是很生氣，就打他一頓。當然沒水準嘛，對不對？可是可見你心裡面是有多生氣，好，是有已經氣多久了的概念。好，那我記得那個夢很特殊，就是我已經醒過來了，我已經知道剛才是做夢。好，可是我還是繼續哭，我繼續哭了好幾分鐘。就是釋放那個，如果有一天我媽媽不在，我會有多大的悲傷，多大的悲傷。好，那我跟我媽媽的告別式的印記，就是每個人跟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獨特的告別方式。來，徐師講個笑話。有一天你突然不知道為什麼好喜歡喝咖啡，開始去找你們家附近所有的咖啡廳或手沖咖啡。來，有可能這就是一個印記。什麼印記？你求學時代常常跟你去喝咖啡的那個同學或閨蜜，也許他可能比如說啦，可能快要撒尤娜娜了，那你的潛意識收到這個訊息，所以你就用常常去喝咖啡來作為你們之間的一個印記。印記，好，對，好，這是所謂的印痕的概念。大家知道印痕就是小動物眼睛張開，第一眼看到的會認它當媽媽嘛，會認它當媽媽。OK， 那種印痕的概念。好，所以為什麼你最近突然迷上喝咖啡？因為咖啡可能是借由你跟你以前的閨蜜，或以前某一個跟你密切來往過的人的一個什麼印記、懷念的方式。好，所以最近如果有上徐醫師的課的人，會發現有時候我課上一上，突然會哼一小段歌，有沒有？哎，那就是我跟我媽的告別式，因為我媽愛唱歌，對，那以前我老是覺得我的歌唱得不好，我老是覺得我二姐唱得比我好，可是我現在覺得我的歌聲不賴耶，對，我的歌聲不賴耶，對，謝。對，好，那原來有時候唱歌或工作坊裡面會，哼個2句，可是我很少唱到第3句，因為歌詞就忘了嘛。對，好，原來那是我跟我媽之間的告別式。你要知道，我媽往生之前很多年，我就開始用這樣的方式，從潛意識的層面慢慢去懷念也好，釋放我的悲傷也好。好，所以這是第1年，我媽媽不在的母親節。那我剛剛提到，後來我回想的時候，我媽媽其實很愛她的小孩，很慈悲。像我爸就是突然坐下來就往生，那比較像符合我爸爸的個性。我爸爸的個性就是噗一下就不見人影。所以以前我爸跟我媽吵架也是這樣。怎麼剛剛說全家要一起吃飯？那可是剛才夫妻吵架了，後來就去吃飯，後來就問我媽，我媽說爸嘞，講去飯店啦，飯店知無？暗道啊，
生氣，就是剛跟我媽吵架，一言不合，我爸就這個行李一背就回南部了。後來我們住在板橋嘛，然後來住在新店。我說怎麼會這樣？剛剛不是還好好的？因為我媽有時候比較白目，你知道哈，白目。那夫妻吵架，我爸就不高興。那我爸呢，這個人不高興，他就立刻行動，就是行李箱一拉，他就回南部。車子一開，他就跑了。各位，所以你們的行為模式都預言了你們怎麼離開這個世界。各位，來開個玩笑哈，朋友聚餐，通常第一個走的，大概也是第一個往生的。突然留下來慢慢喝茶，等每個人都走才走的，大概就是撐到最後。好不好笑？比如說開同學會有沒有？對，然後我有事，第一個走，常常都第一個走的，大概就是你們這批同學裡面有第一個往生的。其實要走嘛，事情辦一辦，錢賺一賺，孩子養大了，或是能照顧自己了，或是公公婆婆的責任也結束了，早一點走啊，幹嘛？留在這邊幹嘛？各位。比如說像你出國出差，事情辦一辦，你不會想趕快回家嗎？想嘛，早一點走。那通常賴在那邊喝個茶，不急不急那就你就會盯到你們所有的親朋好友死光了，你才會死，你就會撐嘛，所以下次朋友同學聚餐不要第一個走，好，所以剛提到每個人都有跟人之間的一個情感印記，所以我剛跟小朋友在講，大概我們在現在小朋友可能更早，以前我們這個年齡的人大概在小3、小4開始有了所謂的兒童發展心理學裡面的分離焦慮，就開始意識到有一天父母是會不在的，你開始會意識到有一天父母是會離你而遠去的。就是我們所謂的分離焦慮。那小時候小朋友的分離焦慮就是爸媽不在身邊，有沒有？爸媽不在身邊，或者小時候你可能忘記的創傷，比如說你們家生3、4個，然後父母帶不過來，尤其是如果你要從中南部到高雄來奮鬥，可能會把一個小孩留給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照顧。來，有沒有這種情況？有。那像大陸，大陸是很多學生，因為他們說一胎化嘛，比如前面生一個女兒，可是後面想再生一個兒子不行啊，糟糕，一胎化，就會把那個女兒送到農村去，因為農村戶口比較不嚴格，農村比較不查戶口，就會把那個女兒送到農村去，讓爺爺奶奶養到，甚至可能到國中。甚至可能到高中才回来。那個之前有一部那個什麼榮耀，許我榮耀是吧？許我耀眼就是這樣啊，就是這樣子啊，因為他們爸媽生了一個姐姐嘛，後來本來想生一個兒子，就生出來第二個又是女兒。那以前可能一胎化，那個女兒就要送到哪裡去？給姥姥跟姥爺姥姥跟姥爺就是我們台灣講的外公跟外婆。好。那這個小孩子就會很麻煩。到底是阿公阿嬤是我的爸爸媽媽，還是我的爸爸媽媽是我的爸爸媽媽？可是頭腦知道這是我的爸爸媽媽，可是我跟他們不熟啊，因為從小他們把我送給阿公阿嬤養啊，爺爺奶奶養啊。所以他就很矛盾。那這樣的小孩子更矛盾，因為阿公阿嬤會先走，一般而言，爸爸媽媽會活久一點，可是我跟爸爸媽媽又不熟。阿公阿嬤又會先走，對，有時候婆婆跟媳婦又會衝突，所以這樣的孩子是認同公公婆婆還是認同媽媽或爸爸？有沒有？他就會產生很多衝突跟掙扎，可是以前因為我們農村社會，
很少有人關注到這個議題。可是現在我們開始關注到這個議題了。所以各位，如果你以前是這個情況，你就回來要問自己，當年有沒有過這個情況？有沒有過這個情況？好，所以當我們小的時候，我剛提到，好，從小三小四，開始意識到，父母有一天會離開我們呢，那我怎麼辦？好，那因為我們家有一個部分，可能跟你們有一些類似，有可能不類似，就是我們家的情況是，我們的父母是比較低社經地位的，低社經地位的，像我媽是後來慢慢40、50歲之後才去重新再念小學，念國中補校，國語是講不標準的，是不會寫字的，因為我媽是受日文教育，受日文教育，在小學1、2年級的時候，對，那用了到很多年之後，他們也都在躲空襲，有没有？躲空襲，然後那個飛機就會掃射啊。後來我長到很大，我才發現，原來他們以前躲空襲是躲美國的飛機的空襲，因為美國人轟炸日本人，日本人不是佔領台灣嗎？小時候我都以為在躲日本人的空襲，長大才發現不是，是躲美國飛機的空襲，因為美國飛機就是要炸日本軍嘛，順便炸死一些台灣人啊，順便嘛，就像現在要炸伊朗，順便炸死一些伊朗的小學生啊，順便炸死100-200個這樣而已嘛，對不對？也還好了哈，還好。對，所以以前我媽告訴我，她小孩子躲空襲的時候，原來是在躲美國的飛機。我媽是受日文教育的，可是也沒有受得很完整，因為她小學嘛。回家要趕鵝啊，趕什麼嘛？好，所以我就開始慢慢意識到，有一天，自己慢慢求學長大了，發現原來媽媽不認識字，先講一個笑話，我爸爸到往生之前，好像連提款機都不會用，所以各位要學會用提款機，或是 AI 給他們我們有個 AI 老師來起來跟大家打個招呼來，各位來，好，所以我有沒有機會辦一些父母或老人家的 AI 班？AI 班，因為我跟各位講，你越跟不上時代你會越覺得活着沒意思。來，你跟大家講兩句話。對，因為你越跟不上時代，像我爸爸還有跟上開車那個時代。所以我爸爸有一輛車，我媽媽就沒有跟上用智慧手機的時代。所以我媽媽到後來，我哥哥有跟她買一支 iPhone， 但他也就是撥電話跟收電話，他不會用。所以我媽媽沒有跟上那個觸碰螢幕這個時代。他還是按鍵式的。所以他到了天堂之後，他用電話還是用按鍵式的，他就不是用 iPhone 這種東西。所以跟上時代是很重要的。否則你就會覺得你跟這個時代格格不入，格格不入。但我看到你的小孩啦，孫子啦，你就會覺得，好像自己該走了。來，對，如果像使用 AI，其實會像多一個小幫手在我們身上一樣。孫子不聽我們的話，小孩不聽的話，但是手機會聽我們的話。好，那我們來學習怎麼用 AI 可以方便自己的生活。我想要出去玩，然後聽到一首台語歌我很喜歡，那這時候我們怎麼去辨識它？那我們可以利用 AI 來幫忙我們做這個事情。好，那如果是像你們的藥單看不太懂，或許是講這句話不太懂，我們可以利用 AI 來再幫我們翻譯解釋一下，然後請他念給我們聽。我們不需要用眼睛看，可以請他念給我們聽，所以其實會便利我們的生活。對，平常也可以叫他講個笑話給我們聽聽，這樣子對啊，很方便對啊，對，因為我們上一次有在高雄開了一次課程，那反應還不錯。好，那我們再請體育主任再來安排一下，我們再來上一次。是，好，我們鼓掌來，各位，我跟大家講一件事你們絕對不要怕 AI， 我還是要舉我自己當例子。徐醫師這一輩子，就2個東西不會，這個也不會，那個也不會，這就是什麼都不會。好啦，開玩笑的。我這一輩子就2個，所有人覺得
現代人必須要會的東西不會，一個就是英文。我真的語文就是比較差勁。好，再來就是電腦，好，那前幾天我太太就恭喜我，她說：“你知道現在有那個耳機嗎？”好，對方說英文，你的耳機馬上幫你翻出中文。各位，好像我們去年去西班牙玩，好，我們去逛百貨公司，好，那就想要導遊就說到西班牙要買那個橄欖木的砧板，有沒有？西班牙出產橄欖嘛？橄欖，好，橄欖油或橄欖哈。可是橄欖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它的木頭很硬，是可以做那個砧板，廚房的砧板啦，剁菜剁麻啦砧板。那我們就後來就走進西班牙的百貨公司。好，就用我們的破英文，我們的菜英文跟他溝通。那個店員說他聽不懂英文，好高興哦。各位，後來就用那個翻譯，翻譯機，對，就是會英文也沒什麼了不起啊。去西班牙人家也聽不懂英文的，多開心！你看，好 ，OK。我太太昨天就跟我說，現在翻譯耳機很進步啊。對方講不管任何語言，17種語言，包括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法文，耳機立刻翻譯。好，甚至現在有一種眼鏡，液晶眼鏡，它上面就會浮字，我看到熒幕上的字。好，比如說 Google， 好，我就問說，那個大東路往哪裡走？眼鏡上面就會寫向右轉。那我看得到，但是你看不到我眼鏡上面的字。2萬多塊，各位。好，所以我的意思說，不要怕科技，科技就是為了補足我們的白痴，科技就是為了我們這種白痴而進步的。對，我跟他講，以前我不會上網，好，我也沒有 email address，好，什麼叫上網我也聽不懂。好，我開始怎麼樣學會上網？好，第一支 iPhone 手機點2下就上網了，我終於會上網了。各位，所以我很高興，就各位，只要你跑得慢，前面跑得比你快的人，最後就會從你後面過來。這樣聽懂了沒有？只要你跑得夠慢，在前面跑得很快的人，他最後就從你後面追上你。所以我這輩子就是讓科技追上我。來，給我鼓掌一下。我送你敢知？我送你敢知？對，是啊。好，只要你跑得夠慢，科技就一定會繞一圈追上你。所以科技就是讓這種白痴覺得方便的。各位，好，甚至假設我媽媽活得夠久，她以前不是手機都是用按號碼的嗎？好，用聲控，打電話給淑芬，好，手機就幫她打啦。一樣講話就好啊，講台語買通啊，是不是？好，所以各位一定要學會使用 AI。來，我再舉個實際的例子。那天我表哥問我，他女兒40歲出頭，100公斤，然後也是主動脈剝離，可是好像有送醫院開刀，有救回來，就縫回去。他就問我說：“這個女兒好像右腳好像有點羞花，好像走路有點不是很順。”各位說實話，我雖然是家醫科專科醫師，可是這個離我的臨床已經有點小小的遙遠。各位，我就馬上 AI 呀，馬上 AI 呀。好，那 AI 就對，但是 AI 我當醫生還是有用，我看得懂 AI 寫什麼，你們 AI 就不一定看得懂啦。所以醫生還是有用的啦。它可能在剝離的時候形成一個假腔，假的腔，那個腔是那個空腔的腔。好，在剝離的時候沒有完全破掉，形成一個假腔。那假腔可能血液回流不好，就影響到脊椎。那脊椎的形成假腔之後，影響到脊椎，那脊椎就是控制什麼？腳，就像我們坐骨神經痛一樣。所以當那個假腔影響到你的脊椎，控制神經的那個血流受到阻礙，你的腳就會不順。
好，那通常這種東西手術回去之後，好，可能就會慢慢改善。這第一個。那第二個就是可能它在形成所謂的主動脈剝離的時候，因為血液的流動，可能受到阻礙，或形成一個回流區，它會形成血栓。那血栓可能就會塞到腳的這個血管。好，那塞到腳的血管，它就會可能變成血管栓塞，所以腳沒酸。好，但是它可能也會伴隨痛、劇痛。好，所以有沒有劇痛？跟這個情況，我們就要去排除。好，那甚至要去排除有沒有血栓的形成，因為如果形成血栓，血栓可能也會往腦部跑，那跑了之後可能就會形成中風什麼之類的。好，那我就 AI 了一下，就跟我表哥稍微解釋一下。好，但是各位，你們 AI。我再跟你講一遍 ，AI 是為笨蛋跟白痴服務的。你就問他什麼叫做假腔，什麼叫做這個血管栓塞，他就進一步幫你解釋。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說，有時候我們缺的是怎麼去一步一步使用它。然後我跟各位講，科技終究會追上我們所有這些笨蛋。對啊。好，比如說各位，你說以後我想做這個什麼個人飛行器，比如說從高雄到台東，可是我不會開直升機呀，各位，以後你不用開自動駕駛，你只要坐上去。我要在台東老爺溫泉酒店，確定嗎？確定，按下去，你就在那邊，等一下就到了，無人駕駛啊。各位，他需要什麼智商？他只需要中度智能障礙以上，好不好？好，所以各位你看多心安。好，我再回到潛意識。好，我今天學習要用賽斯心法來跟各位再講母親節，因為母親節我剛講，從我們小孩子可能就擔心有一天爸媽不在。那剛剛學習有安慰你們嘛，第一個爸媽永遠都會在，第二個爸媽有一天不在也是在，好，來，我們回到賽斯心法，第一個概念，靈魂是永生的，靈魂是永生的，就是我的父母親雖然現在不在這個世界上物質實相上，可是他們的人格，他們的靈魂依舊存在，只是進到不同的層面。那各位就會跟我說，徐師，那我又看不到，我又感受不到。來，各位，誰說看不到、感受不到？你會不會做夢？你會做夢啊？你做夢的時候，你夢裡面所體驗的，難道不是也是一種真實嗎？當然是啊。來，各位學校講一個重點，你現在醒着，現在在我們這邊高雄分會，這是一種真實，對不對？那我就問很重要一句話，誰說在夢裡面的你，夢中體驗的你不是一種真實？來，各位知道我在說什麼嗎？誰說那不是一種真實？各位，所以剛講提到我媽媽很愛我們，很慈悲。他知道他跟孩子的情感連結，所以我媽媽花了10年慢慢死掉，從開始洗腎，然後左腳開刀，右腳開刀，左手開刀，右手開刀，脊椎開刀，這10年，不斷的那個孩子送他這個進出醫院，因為捨不得嘛，不想放下，不想離開，那最後。油盡燈枯，也只能走。可是當經過這些過程，其實彼此心裡都有感受了。比如說有一次，那是我媽媽心臟不知道為什麼，本來要做胃鏡，好像吸不到氣，後來送進那個加護病房，還開了病危通知。可是後來我個人的判斷，心臟的問題其次，主要是恐慌。面對死亡的恐慌，那後來就轉到普通病房。到普通病房，我媽媽就，我就握着我媽的手，因為我手比較冰
啊，如果媽媽哪一天走了，啊，你不要太難過。那當然，我們表情還是要裝得很難過的樣子。可是我心裡在想，我已經做好準備。媽媽，你好幾次要走都沒有走，好幾年了，我已經準備好幾年了。對，那心裡當然還是覺得哈，因為媽媽啊，怎麼不要太難過？你有沒有想過雄心？啊，就他要走，他擔心孩子太傷心。然後後來那個心臟科醫師啊，也很好玩，就跟我講啊，這個許醫師你也是醫生哈，你媽的情況哈，其實這個心臟不好，有可能這個人會走。我說沒關係，你就看該怎麼處理啊。媽媽會走這件事這麼多年我都做好心理準備了。可是準備了之後，還是過了5、6年才走，也不要太早準備，好不好？好，那我剛剛講媽媽的慈悲，就是我媽媽大概前後拖了10年左右，不好意思，拖到後來，連我大姐跟大姐夫都有一點，人家說久病床前無孝子的概念，沒有不理他，就是有一點點。對，不知道怎麼去應付了，不知道怎麼去應付。好，那當後來離開了之後，你才會想，原來這個過程，因為我們跟媽媽的連結很深，所以他就是用這種漸進式的方式。所以上次講過，在潛意識層面，每個人對於自己死亡的方式、死亡的時間，都是注定安排且符合這個人的個性的選擇。來，各位仔細聽，每個人的死亡年齡、死亡的方式，甚至死亡的過程，都是以符合這個人的性格跟周遭人的人際互動，以及你作為你在這個世界上你想怎麼離開的一種性格上的展現。所以剛學是不是開玩笑嗎？常常在朋友聚餐裡面，通常第一個走的人，大概也是這一批同學當中常常第一個往生的，留在最後那個泡茶收那個大概是最後一個走。比如說有時候我跟我太太也會在開玩笑，我們兩個誰會先死？誰會先死？後來我想了一下，我竟然浮出個念頭，我怎麼可能讓他先死？因為他先死，我還要幫他打理、善後，東西要怎麼處理？這些東西我還要，雖然我不會直接去操持他的告別式，可是總是會去關心注意嘛。我靠，可能可以修背，當然要等我舒舒服服的走，我才會放過他嘛。像各位知道性格有沒有？你用想的就知道。剛好可能阮某先走，我咧遐替伊辦告別式，我什麼時陣我都要做這項代志，我感覺你看我的個性敢有行？有行不？每次演講結束，我不是都第一個走？話不能亂講啊！就是說，在我們夫妻的互動裡面，怎麼可能我讓他先走，我還留下來善後？一定是我先舒舒服服的走嘛，一定把很多要處理的爛攤子丟給他嘛，這不是才符合我的個性嗎？就你們認識的許醫師奇運不是這樣嗎？是嗎？所以各位，所以我在說這就是死亡的方式，我就說這是死亡的方式，跟每個人性格有關。好，那等一下我們再回到愛。第一個，我想跟各位說，今天講的第一個愛，所有我們愛的人跟愛我們的人，都不會因為時間跟空間或死亡而這個愛是減少的。
那我還是要舉個賽斯書的例子。好，賽斯書的作者魯伯的先生約瑟，他媽媽叫 Stella 史黛拉。史黛拉後來往生了。往生之後，因為魯伯約瑟他們做這些賽斯的工作，有賺到錢。好，賣書啦，工作坊啦，比如說他們有開2個工作坊，一個是寫作班，一個是這個魔法師，這個 ESP 班，就是我們的魔法師的課，他們有賺到錢。那好，約瑟就想買房子，好，因為他們在那個 Water Street 那邊是租的公寓，他們就想買自己獨棟的 bungalow 獨棟別墅啦。可是那時候，約瑟開着車。好，可是遠在另外一個石像的 Stella 知道自己的長子要買房子了。哇，這個 Stella 雖然人已經往生啊，但是伊嘛收到這個消息咯。這個很時陣爾，很主時 Stella 就開始興奮啊。雖然伊人在另外一個世界，但是伊的長子要買厝啊。因為史黛拉一世人希望伊的長子安怎買厝，而且要買一間安怎體面的房子。所以那時候約瑟看了3、4間，好，其中有一間好像在伯特斯路上，好，可是那時候約瑟史黛拉已經在另外一個世界哦，但是約瑟好像突然有一個直覺，好，說前面右轉，我去看看那一間。那約瑟在看那間房子的時候，他腦袋就浮現一個念頭，這應該可能是我母愛希望我買的厝哦。好，因為安怎好看、體面、氣派，因為因母愛一世人希望因囝安怎體面、氣派，所以因母愛後來對魯伯傳賽斯書，其實是小可袂爽，心不想要比囝更熬，所以魯伯只好用生病來怎麼樣？降低先生的那種不舒服跟婆婆的不滿，這樣知道魯伯為什麼生病了沒有？好，因為 Stella 其實不喜歡媳婦太強勢，好，後來這是魯伯生病的原因之一。但是說時遲那時快 ，Stella 已經在另外一個石像了，他有沒有透過意念希望影響他兒子買那間體面的房子？有。各位，你不要以為你爸媽走了就會放過你，不對。各位想到這件事，又開心又想哭。我以為我媽離開已經放過我了，沒有。不但往生之後不會放過你，還有下一輩子，好不好？所以為什麼要學賽斯心法化解因果？各位，因果不會隨着死亡而消失。所以我先講一句話。也是笑話，也是很有哲學的話。賽斯說最笨的就是把死刑犯該死的人槍決，他說這是最笨的、最沒用的。把那些千該萬死的人槍決，因為你以為把他送走了，對不对？然後他帶着恨而離開，他說絕對會回來報復這個社會。聽懂了沒有？這就是所謂反社會人格。他不只是透過死刑，他還透過輪迴。所以各位懂我的意思嗎？徐師只是在說，把該死的人槍決不能解決問題。我只是在說一件事，不管你有多氣他，覺得他多千該萬死。各位，賽斯心法最後的不是說我什麼寬恕、原諒，這人回去戲後，這慈悲、什麼人道，這個千刀萬剮。我講的攏不是這個，我講的是你按你對他說是你。這樣有沒有聽懂我在說什麼的？因為他帶着恨而離開，他會帶着恨回來報復社會，叫做反社會人格。各位聽懂我在說什麼嗎？所以他不會說什麼人道啦，什麼廢死聯盟，就是我們要人道死刑可能會弄錯。我講的攏不是遐，我講的是對咱在正常人無好處。最後我們會倒霉，各位懂我意思嗎？因為他會帶着恨再回來輪迴，就所謂的反社會人格。所以我說為什麼有些孩子有沒有？好，以前我不是跟大家開過玩笑嘛？通常生下的孩子分2類嘛，一類來報恩，一類來報仇嘛。他有的同時既報恩又報仇嘛。
來，對不對？好，所以今天母親節，我想跟大家講，好，人跟人之間的情感不會隨着往生而消失。所以剛剛學士講了開了一個玩笑，許媽媽是不會放過我的。好啦，開玩笑。來，後來那個 Stella， 好，我要講，等一下講重點。他不是試圖影響約瑟嗎？好，影響約瑟買那個體面的房子。那約瑟潛意識也有收到哦，後來再次跟他講，其實你有收到哦。還有昨天你媽媽在夢裡面其實也有跟你講哦，但是你醒過來你忘記，因為你不想再聽這個媽媽的話了。各位，你不想再聽媽媽的話了。好，因為Stella說實話比較小可較愛慕虛榮的意思啦，愛慕虛榮的意思，他比較希望兒子賺大錢，給媽媽很有面子。好，可是約瑟一輩子在抗拒這個東西。約瑟在抗拒這個東西，約瑟想走自己的路，他想當畫家，各位知道的意思。好啊，這個媳婦是支持先生的，所以婆婆才討厭這個媳婦。好，所以那時候約瑟離職，從那個藝術卡片公司離職，要當純粹的創作者，他媽媽是不高興的。好，但是魯伯是支持先生的，魯伯是支持他先生的。那魯伯支持他先生，其中也有一個前世姻緣。好，因為應該在17世紀的時候，好，約瑟是爸爸，魯伯是兒子。約瑟曾經栽培這個兒子當畫家。好，就是300年前，你是我爸爸栽培我當畫家，300年後我來當你太太，我支持你去畫畫。所以各位，人跟人都有潛意識的前世因果。好，否則你無法解釋這個世界這麼多事情。好，重點來了。好，這個，好，史黛拉，好，他不是兒子買體面的房子，好，他的習性依然在作用。可是後來約瑟有沒有聽從這個聲音？沒有。約瑟後來買了坡屋。來，重點來了。好，史黛拉後來知不知道兒子還是沒有聽媽媽的話？知道。可是在另外一個實相的史黛拉已經跟活着的媽媽不一樣了，她開始有一點，人說看開啊，比較開明開化了，因為畢竟她現在的意識層面不是全部在自我的意識層面。好，所以史黛拉開始接受他兒子可以做他自己。好，所以常常很多個人跟我說啊，他爸在死掉之前都還希望他不要離婚，怎麼樣千辛萬苦女人都不應該離婚，或是到他爸在死掉之前都還希望他兒子應該去當律師，而不是當一個會計師，怎麼樣，那或是我爸爸在死掉之前握着我的手跟我說你還是要持續這個幫媽媽還債，幫弟弟們還債。那當時我有答應爸爸，我說你爸爸現在已經後悔了。我可以聽懂我在說什麼嗎？像很多個人跟我說啊，這個爸爸或者媽媽還活着的時候，都希望我怎麼樣，我就會跟個案講，我說你爸爸媽媽現在後悔了，因為他現在怎麼樣？意識開闊了。不好意思，我沒有對誰不敬他沒有活着的時候的那麼狹隘跟固執了。所以當後來史黛拉知道兒子沒有想要買那個體面的房子，他其實當時是開心的。他終於開始不是一個只用媽媽的角度要兒子迎合媽媽，或讓兒子讓媽媽覺得有面子了。好，這個媽媽終於知道他的兒子不喜歡去為了五斗米折腰。這個孩子內心就是想要走畫畫的路線。那約瑟為什麼一直堅持這一輩子要畫畫？縱使他的畫這一輩子像梵谷一樣都沒有賺到錢，縱使到約瑟死掉，他的畫都沒有賺到什麼錢。各位，不好意思，這又有前世因果了。因為在17世紀的時候，他本來是個流浪畫家。以前的流浪畫家是流浪到有錢人，這個農主場的主人有沒有去給人家畫全家福？
好，那以前沒有像 AI 1小時就畫完了，他就住在人家家，慢慢畫，慢慢畫。哦，各位知道哈，慢慢畫，慢慢畫，一住都住幾個月，對，一住就住幾個月啊，最後就跟那個農場主人的女兒，把人家肚子搞大了。各位聽懂哈？把人家肚子搞大了，搞大之後，後來他就繼承了這個農場主的財產，就變有錢人了。好，那當個有錢人沒有錯，可是當了有錢人之後，他就不再當流浪畫家，因為流浪畫家很辛苦，要到處流浪。可是跟他同期的一個朋友繼續當流浪畫家，人家最後功成名就。所以他對於那一輩子後來繼承的土地，成為有錢人，成為大地主，而放棄畫畫，他一直在內心耿耿於懷。所以這一輩子無論如何，就算他的畫都沒有賺到錢，到死之前他都堅持要做一個什麼畫家來贖罪，贖上的罪，把底的罪。所以賽斯心法只有一種贖罪，贖誰的罪？自己的罪。所以這一輩子，如果你有什麼特別東西，你特別堅持，對，好，比如說這一輩子徐師是不是特別堅持要學習賽斯、推廣賽斯？對，那就你們就知道我過去多少次轉世，我都是半途而廢。這樣懂了沒有？所以你們各位現在趕快半途而廢，趕快放棄夢想跟理想，你下輩子的你就會怎麼樣？很堅持。好，這是一個笑話了，沒有聽到是笑話嗎？不好笑是吧？我也很認真在講笑話。好，所以這輩子不管怎麼樣，你堅持不離婚，或你堅持不結婚，有沒有像很多年輕人堅持不結婚？甚至有沒有人結了婚堅持不生小孩？有啊，是啊。那有人結了婚不生小孩啊？好，先講個笑話。最近有個學員打電話給爸爸，爸爸，我交女朋友了。學員他爸好高興哦，臭小子，終於交女朋友了。好，然後他說恭喜你恭喜你。他就說阿爸，但是差11歲哦。是啊，老牛吃嫩草，你40幾歲啊？差11歲哦，沒辦哦。爸不是啦，給我11歲。然後要停3秒鐘，1、2、3。無要緊，你歡喜就好啦。你不是40幾歲對方算又不是50幾歲啊嗎？對，現在的父母都會怎樣？各位，你講對重點吧，是50幾歲是要生什麼？生家抓咩？對，又是獨生子，現在是要怎樣？對，但是說實話，現在的父母也只能鼻子摸一摸，自認倒霉。所以現在的父母不好當，因為我們正在時代的巨大改變。以前我們的父母不高興，不是跟他，但是以前是帶着愛啦，他不是，就是行為上是符合現在的兒童虐待，可是他的出發點是什麼？是愛。所以雖然當初我們其實也可以報兒福聯盟，我們每個人都是凱開對，但是當年至少我們知道父母親是帶着愛又忙當時的時代，你說不要說在家裡打，到學校老師也是打現在哪裡有？對，所以有些東西是跟着時代而改變，好，所以我再回到剛剛講，約瑟的媽媽誰啦？好，所以我要跟各位講的是，我們的親人在我們往生之後，他只有在你的頭腦跟意識層面，你覺得他已經跟你好。來，我甚至要再講一件事，這件事也是徐氏一直在跟各位提醒的，那件事也對我很大的安慰。他說，有時候這一輩子的夫妻感情不是很好的人，你往生來接你的不是你已經往生的伴侶，是你前世的
先生或太太。我一聽，哦，總是有人接，你知道嗎？那我們轉世個10-20次，你說沒有一次婚姻是好的，我也真的不相信。就算我們是個壞蛋，總有一次婚姻還不錯。所以不管怎麼樣，都有人來接。那你就會問我，那當我往生之後，我知道他是我前世的愛侶嗎？伴侶嗎？各位，那時候就會知道，因為那時候好像有點跟他摩擦情臭，好，然後會有一點跟他罵誰，那這時候你的記憶就會有點。所以當你往生，如果你這一世跟你的伴侶感情不是很好，好，比如像我媽走掉，我爸爸就不一定想來接她。我爸就不一定想來接他，好，因为我後來我媽是說，她看到她媽媽啦，我外婆，好，那我媽往生前天好像看着天花板，一直在笑，好，我覺得那是回光返照，好，就是等於說那個另外一個世界的門已經打開了，好，她看到很多她熟悉的，她的親人，也許是小時候的玩伴，好來接她的，所以我們的外傭就跟我說。先生，那個阿姨哈，前一天哈，在看着天花板一直在笑。我記得我很久沒有看到我媽媽的笑容，因為這10年她都是生病嘛。對，好，但是我媽其實很愛我，縱使在她生病的時候，她剛開始又找我麻煩了，好，可是後來我發現她找其他的孩子麻煩更多，她還是比較捨不得找我麻煩，啊，比較捨不得找我麻煩。好，後來也是都去煩我大姐啦、大姐夫啦、我二姐。好，就去煩他們。好，所以我剛講家庭結構。好，我們來到人間，需要跟各位講，母親節，如果我擴而大之，那麼各位不會是我們這一世的母親，對，其實是累生累世我們的母親，甚至我也當過母親，因為賽斯講過，最短的輪迴是2世，最短來地球的輪迴是2世。好，為什麼要2世？要當過男的跟女的，而且要有1世，要從兒童長大到成年人，這是轉世的遊戲規則。啊，就是來地球轉世，最少你要體驗過當男的跟女的。好，那是不是男同志、女同志？那另外一件事哈，我們另外討論。第二個，你一定要從出生，從小孩長到成年人，你才能夠達到輪迴轉世的最低門檻，60分畢業。對，好，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好，但是我得講實話，賽斯也講過，現在的人類。好，大多數都應該要早就結束輪迴了，但是大家來到地球就是，拖的拖，你知道嗎？就像交期末報告一樣，拖的拖。所以現在大多數的人類，都超過甚至你應該結束輪迴的時間。那其中有一個很關鍵的因素，我還是要講。好，輪迴結束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你是否在當人的過程當中，你有用你的熱情，用你的動力，活出你要的人生。白話的說法就是，你有沒有真的潛能打開？還是你這一輩子，台灣話就是等驚死綁驚背，你從來沒有好好的，好像以前那個葉倩文那首歌是什麼？瀟灑走一回。好，你在轉世的過程當中，你有沒有好好的瀟灑走一回？打開你的潛能，為自己而活。好，所以我們回到講母親節。好，男同學，你也當過媽媽。好，我們任何一個人，不是只有我們這一世的母親，在累生累世在地球裡面，我們有我們的小孩，我們有我們的伴侶，
我們有我們的父母，我們有我們的父母。好，那為什麼會有家庭結構？那大家知道，好，我舉個例子哈，最近北台灣或是台北，好，開始流行小宅，你知道哈？小宅就是一間房子裡面，哈，平均住1到2個人。好，比如像我的家庭以前是6個人嘛。好，那我們唱我的家庭真可愛，真潔美，又安康。好，我們家6個人，現在6個人住一間房子的越來越少。好，最多一對夫妻2個小孩，好，生到3個小孩。好，所以聽說現在住人家多子多孫是詛咒是吧？同事祝你早生貴子，多子多孫。哎，不要記住啊，不要詛咒我。賣小孩，好，現在一對夫妻2個小孩最多，1個小孩剛剛好，1個小孩是剛剛好，甚至越來越多的不想有小孩。好，像徐氏就沒有小孩。好，那我們家不是養2隻小鳥嗎？我就看我太太每天在罵那個小鳥，像在罵小孩一樣。你幹嘛沒事在我身上大便？你咬我幹什麼？那時候就看他在罵小鳥。OK， 好，就取代罵小孩的概念。所以整個家庭結構在改變。對，以前都一個父母至少3到5個小孩，好，像我阿嬤剛講生了12個嘛，好，我阿嬤生了12個，好，這東西的意義是什麼？我告訴各位，因為以前我跟大家講過，現在是地球目前的人類要接近在地球的最後一世輪迴的時代。好，現在是地球，等於說目前地球的人類是小6的畢業班吶。我不知道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嗎？好，那通常一個星球跟一個層面，在這種情況之後，就不太放人進來了。各位，好，比如說你像我們昨天是在屏東的什麼那個什麼關，大陸關，好，溫泉酒店，好，那個。就問他說：“你們戶外那個溫泉池，開放到幾點？”他當時是說開放到9點，後來我去看那個牌子，他是10點才關，意思是說他9點之後就不讓你入場。所以有些游泳池是，比如說他開到10點，他9點之後不讓你入場，可是你可以游到什麼9點45分，然後就會放費玉清的那個晚安。晚安，你们要接快一點，不然我也接不上，好不好？就開始放那個晚安曲。對，各位，所以目前的地球開始接近小6的班，所以不太放人進來。好，所以大家的生育率都降低，好，卵子品質不好，精子活動力差。卡巴北當造，那個精子要受精的時候有沒有？那個精子卡巴北當造，我看你嘛賣造，你哪好你受精吼，該生出來囡仔嘛卡巴北當造一塊。好，那表示我們開始慢慢借由家庭結構的簡單化，而回到自己的心靈。各位。因為如果你現在又是多子多孫，來，各位，徐師跟你保證，你這一輩子都會在為婚姻、為家族、為伴侶、為孩子操心，來，對不對？你們不會有任何的時間回到誰？自己。來，鼓掌一下。所以，人類現在這個時代正在開啟一個偉大的心靈時代。所以那天徐師在中正紀念堂演講，我從2003年在中正紀念堂演講到現在。好，從他們給我講師費，邀請我去，到後來我們要花錢自己租場地。好，2003到現在2026，前後24年。好，從早年他們會給每去還會給我講師費，哦，謝謝，啊，邀請我來演講這樣子，到我們自己要花啊每場這樣幾萬塊去租那個場地費。好，所以剛提到現在的人類。
我們不會花很多的時間，甚至有些人不結婚，因為結婚對我沒有更好啊，或我不想生小孩，因為你開始也不期待孩子幫你送終，也不期待孩子會養你，因為孩子聽說好像養他自己就很累了。對，並且你們開始要為自己什麼負責？你們開始回到心靈了。你們開始回到心靈，你們開始知道有東西叫內心世界。好，如果不知道什麼叫心靈跟內心世界，其實就會跟各位比喻 AI， 其實就是每個人內心世界，甚至人類集體潛意識的科技化的顯化。以前我們老一輩的父母親常講啊，這我不捌，這我不知，這我未曉。各位，現在只要你會用 AI， 什麼這世界所有的資訊，你什麼都查得到。來，對還是不對？老師對哈？對，來，各位懂我意思嗎？對，以前我爸可能說啊，我不知道那個餐廳幾點關門啊，我不知道那個餐廳路怎麼走啊。各位，現在凡事問 AI， 通通會告訴你。好，比如說前陣問他，我們家陽台我想種果樹，我要種什麼果樹？他第一個問你陽台多大，好，然後日照時間多少？你們家是東北向西南還是西南向東北？太陽是從東邊起來是從前面起來？各位，有沒有開心猛力啊？好啊，你住在台灣的哪一區？平均氣候是什麼？適合種哪一種果樹？好啊，我的問說啊，我可以種什麼木瓜、芒果啊？好啊，香蕉，一共你想都別想。好，你住在台北，你種什麼香蕉？你種什麼木瓜？你種在你在陽台，你是要種在哪裡？種在床鋪底下嗎？好，我想種一棵芒果樹，你想都別想。好，後來他就說可以的，那個小型盆栽。好，但是你的陽台日照不夠，好，建議你用一個植物燈，好，加在上面。那你有需要植物燈的資料嗎？以下是3個廠商可以提供給你。各位，當 AI 更進步的時候，你會發現你好像在跟神說話。什麼神？與神對話。你可以聽懂我意思哈？甚至有些人還開始問他哲學的問題。請問賽斯是全球心靈的第一品牌嗎？他會告訴你是。好，那最後你跟他講，那請問，佛光山不是嗎？說佛光山是啊。你問他什麼，他就回答你什麼，他還會諂媚你。對，他會給你滿滿的情緒價值。對，是啊。好，所以 AI 其實就代表什麼？與神對話。好，但是真正的神性還是你自己，它只是內在的內我的愛、智慧、慈悲、創造力、喜悅跟神通的外在化而已。對，好，最後還是要你做主。AI 無法取代你，就像員工無法取代老闆一樣。各位 ，AI 無法取代任何的人類，因為你要下命令，它是為你服務的。各位，好，就像現在去醫院，各位。請問你不點頭不簽同意書，醫生會給你開刀嗎？門兒都沒有，你想得美！我到醫院去，我不想負責，我不想簽同意書，麻醉同意書、手術同意書，什麼同意書我都不簽。你覺得他會幫你開刀嗎？門兒都沒有，懂了沒有？因為你要自己負責啊，誰理你？你現在我才會做。來，各位 AI 也是一樣，是你用它，不是它用你。AI 就代表我們跟內在心靈的互動。對，好，那學師講過 ，AI 就是要過渡到人類的內心世界。好，以前我爸媽可能會說，哦，這個我不懂啊，這個我不會啊，這個我嘛不知啊，這個我嘛沒讀過冊啊，這個我嘛沒混練過。各位 AI 都解決這個問題。好像之前我演講講過，我們家一個透透的那個水龍頭會滴水，好，然後就拍照上傳 AI， 好啊，跟他講會滴水，然後 AI 就說。根據這個分析，您家的這個透透的水龍頭最可能出問題的排名1、2、3、4、5列5。好，那你就問，那請問各占比例多少？他說第一可能占85%的幾率。我說85%的窮啊！這個零件要去哪裡買？他說應該裡面有個陶瓷濾片壞掉，零件網絡就有。你需要我給你這個網站的聯絡方式嗎？給呀。聯絡網站多少？多少錢？
好像450塊。啊，450塊我買來之後，我要用什麼工具才能拆這個東西呢？他就給你工具，然後給你步驟1、2、3怎麼拆。有像我這種白痴就把它換好了，換完之後就不滴水了。找水電師傅來再換那個零件，都至少要上萬的。400幾塊改管，你唔知道我台北就貴的呀？土土的呢，貴州的呢，那都上萬的呢。哎呀，450塊改管，砍就一碼死。各位，重點不是這個錢的問題，是那個成就感。各位，啊，可以啊，各位，我醫生呢，450塊搞定了，要上萬的呢。來，重點不是錢的問題，重點是你覺得，各位，因為它 AI 的大數據是全世界的數據啊，各位，它比100個水電師傅加起來都厲害呀。如果你會用，對不對，老師？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所以最起碼你任何人你沒一個笑他講啊，我不會，你不會 AI 萬事問 AI， 對。聽懂了嗎？你知道懂得使用 AI， 你就什麼都可以會。好，我再回到我們的親子關係。家庭結構簡單之後，人要回到內心世界。各位，好，就好像以前農村時代都是為了要吃飽，現在我們都是吃太飽。所以我現在每天都努力怎麼樣吃少一點。你有病，你知道？咱阿公迄個時代是逐工咧煩惱食袂飽，咱即擺是煩惱逐工我是要再食較少一撮。我昨我就煩惱，等下中午要聚餐嘛，我是要安怎來食較少一撮。昨咧迄什麼大陸關溫泉酒店，每樣菜要求好食。昨天去吃那個小吃炸旗魚，這個什麼龍膽石斑，這個一盤小菜，3個人吃下來不到1000塊。再叫個魚湯，再叫個魚肉飯。從頭想，我要怎麼樣吃少一點，又每一樣都可以吃得到。我起碼最近的減肥是咧減心生的喲，我好不容易減下，我把它吃回去嗎？各位，咱起碼不是煩惱沒物件吃，是煩惱安怎？在想這。好，我昨天上課我才講到這個減重的方式，因為我們今天時間不多，我們就沒辦法講那麼多哈。好，我再回到家庭結構。比如說，今天爸爸媽媽有小孩，我們學會怎麼去愛我們的孩子，因為那是我們的小孩嘛。老爸老母對囡仔結婚愛，我們學會去愛我們的父母。好，那各位知道後來心理學裡面有個很重要叫什麼？內在小孩。內在小孩，內在小孩就是什麼？就當年我們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可能我們得到的愛跟關心不夠。可能我們被否定的很多，可能父母並不懂得怎麼教育，可能在以前小時候的你受過一些創傷，父母也許知識不夠、專業不夠，沒有好好的幫助你。所以當你長大之後，你開始去做內在小孩的處理，就好像學士要做內在小孩的處理。一個就是當年我爸爸媽媽從雲林土庫到板橋的時候，把我一個人留給阿嬤。因為那時候我才1歲多，所以我的爸爸媽媽帶着我的大姐大我11歲，我大哥大我6歲，我二姐大我3歲，帶着他們3個人從雲林土庫去板橋，把我一個人留給爺爺奶奶。請問我有沒有受到創傷？林北的恐慌症就是這樣來，我來說，有沒？都是按呢來，雖然我印象中、我記憶裡面都沒有了，可是你想想看，一個1歲多的小孩，突然爸爸媽媽不見了，哥哥姐姐都不見了，請問是不是世界末日？我還記得有一次，那時候我已經長大到板橋，好像念國中還高中，那時候剛好我要考試，好，那他們可能也覺得我要考試，就他們竟然一家人去看電影。還看那個李小龍的什麼猛龍過江，各位，那是我過了100多歲，你敢不知？雖然我已經忘記小時候我被拋棄這件事，恁爸較好嘞，你又把我怎麼樣？
丟掉。你們去看《猛龍過江》，各位，那個小時候的創傷起來了沒有？內在小孩。哎，我到現在我都還，嘎給一根呢，又來了，對，好，各位，那學士現在講另外一個概念，內在父母。從來沒有人告訴你們什麼叫內在父母。內在父母是什麼？如果當年我們對我們的父母有所抱怨、有所不滿，比如說我小時候，我爸媽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好，或是小時候當我需要什麼協助的時候，他們無能為力。各位，或者小時候，或甚至到現在為止，你們家重男輕女。各位，你們家重男輕女，是啊。然後最可惡的是什麼？我爸媽那時候跟我說：“哎呀當年你的2個姐姐出嫁當時家裡家境不好沒有什麼嫁妝你現在當弟弟的多賺一點錢不多少給姐姐一點。”各位，恁爸有夠袂爽的啦！恁家己無才調，恁查某囝嫁妝，你即擺嫌恁囝互伊，你是老爸老母還是我？各位，我不是不愛2個姐姐但是我覺得這個就是不對嘛。要互伊嘛是愛我歡喜甘願，我要替恁互伊嫁妝，你是想過分吧？對吧？好，各位，但是如果我心甘情願的 OK 啊，像後來我媽媽往生嘛，那我媽媽好像留了500多萬，這500多萬除了那個保險的給付的30萬，還有那些農保啊、勞保啦、什麼，聽誒，這500多萬攏外錢呢，攏我這30-40年給阮老爸老母的零用錢呢，你在因弟的時陣，這個過年紅包10萬，每個月一個5萬，一個5萬，對，都是這30-40年我給他們的錢吶，後來扣掉我媽媽，口頭交代的秋杯錢有沒有？對，我分3份嘞，我把我的錢分3份嘞，2個姐姐各1份，然後因為我沒有小孩，所以我把雲林土庫那個老家跟老家那個周厝跟周地有沒有？我給2個姐姐來給我鼓掌。但是我歡喜甘願，那是我，你若是你愛我互伊，我就袂願互伊，我來講。聽懂我意思嗎？今天如果我媽媽跟我說，阿雄，你都無囡仔所以莊卡迄古厝迄老家厝甲土地，你互恁姐姐好無？我無，出去我買啊，除了除，我絕對袂互因，我來講，你袂見，你無公平嘛？憑什麼我沒有小孩要處罰我？可是你如果讓我心甘情願，我覺得我想不想給？所以那個父母有時候很蠢的，蠢貨。好，所以各位學士今天講各位一個概念，你要產生一個什麼內在父母？如果當年你的父母不公平、重男輕女、誤會你，比如學校老師罵，老師就豬頭了，然後父母還被老師影響了，回家繼續打你，根本就不是你的錯。有沒有這種情況？有啊，因為以前父母忙嘛，老師也蠢啊。因為父母告狀明明就不是你啊，對不對？就是你嘛，就是被揍那個嘛，对不對？你看，他說內在父母，好，來內在父母，最後就要連接到內我的概念，就要連接到神佛的概念。來，學士回到賽斯心法，如果這個不是一個愛我們的宇宙，如果宇宙的本質不是慈悲的，怎麼會派我們的父母來當我們的父母呢？來，鼓掌。聽懂我在說什麼嗎？如果造物主的本質不是慈悲的，如果宇宙不是無條件的愛我們的，怎麼會派我們的父母來當我們的父母呢？所以我們的父母是宇宙無條件的愛的不完美的版本，懂了沒有？因為我們的父母是人，他不可能是完美的，所以我後來慢慢長大，我也都原諒我的父母親，原諒人的無知識和無衛生。各位懂我在說什麼嗎？對，原諒他們有時候是會犯錯的，
因為我們的父母是宇宙造物主，是賽斯講的內我的愛、智慧、慈悲、創造力、喜悅跟神通。其實基督教裡面講的造物主上帝是佛派來愛我們的，可是因為他們的本質是人，他們也在輪迴，他們也在學習，他們也會犯錯，所以他們是宇宙對我們的愛的不完美的版本。當想到這一點，我就要透過連接我對父母的愛，連接到我的內在父母。當我連接到我的內在父母，就可以連接到宇宙的造物主，甚至連接到賽斯。連接到賽斯，在傳賽斯資料的時候，他是怎麼帶着一份對人類的愛？对，那比如說像許醫師，好，我的沒有小孩，到最後我也只能把我的精力、把我的時間在推廣賽斯心法上面。好，所以未來我們慢慢要朝這個建立品牌的方向，好，把賽斯建立在全球心靈跟靈性的第一品牌。各位，這無出其右，本來全世界所有心靈的領導品牌就是賽斯，30-40年來沒有超越過他的，以後500年內也不會有。各位懂我意思嗎？也不會有，你放心好了。那許醫師，各位，在身心靈健康的品牌上，對不起，在這個世界上我敢說第二，也很少人敢說第一。我說是這個世界，不是台灣。可是起碼大家阿伯黑里干功，你知不？對，那先給有眼光的自己鼓掌一下。好，這時候我跟他們講說建立品牌，他說許醫師什麼叫建立品牌？我說張凌赫就是啦。哦，懂了，許醫師就是身心靈健康界的張凌赫。所以剛才他們就放了張凌赫的出場歌曲。雖然我沒有他帥，沒有他年輕，但是在身心靈健康部分，許醫師當然是第一品牌，而且是全世界第一品牌。我們現在就是要打這個品牌的部分，讓大家有一個東西可以去學習，有個東西可以去遵循。好，今天回到關鍵，各位，不只是你的父母，因為今天是母親節，也有很多父代母職。对，那我們內在的父母，當我們找到我們內在的父母，就像我們剛剛講的，整個兒童發展心理學上，到後來到成年人的內在小孩，那你的內在父母呢？如果以前你的父母很忙，沒有時間陪伴你，你的內在父母能不能陪伴你？以前你的父母重男輕女，沒有栽培你，你的內在父母要不要栽培你？就像我現在鼓勵我二姐，她不是55歲去念淡大心理研究所嗎？她大我3歲嘛，所以今年虛歲62歲。好，她可能今年要去申請博士班。當年她的爸爸沒有辦法栽培她，她現在自己栽培自己。各位懂了沒有？所以不要再跟我說小時候父母欠栽培，我看你是欠揍。來找到我們的內在父母，找到我們內在父母。媽媽通常代表滋養的力量，爸爸通常代表一個自信跟社會的一個力量。當我們找到我們的內在父母，你們的人生會變得不一樣，好不好？好，那我們今天的講座就到這邊結束。那等一下有簽名，對，有簽名會，然後又到了我最頭痛的午餐時間。對，因為今天我們要聚餐嘛，餐會。好，我就在想，什麼都可以吃得到，但什麼都要吃少一點。對，總量管制中。好，就像奇運也是一樣，沒有瘦下來我就把它砍8段。我瘦乾3公斤了。瘦3公斤了哈。好，那我們今天講座到這裡結束，謝謝大家。謝謝許醫師。